一个征战四方的绝世枭雄，挽救了被列强欺压的波斯帝国，王朝的陨落却来得猝不及防。而后，我们终于在伊朗圣城吃到了整块的肉。这里是纳迪尔沙的陵墓博物馆，进去看看。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纳迪尔沙的雕像，下面是仿照着当时搭的那种帐篷的样子，暗示着他当时是在帐篷里被暗杀的。据说本来纳迪尔沙死了之后被埋在这儿，他的陵墓一直没有人管。博物馆非常的现代，因为它是1963年才修的，给他在这儿立了个雕像碑。这个就是纳迪尔国王。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征战的国王。他夺取王位之后，四方征战，抢了很多金银珠宝。但是呢，由于他把所有的钱抢来的钱，他都自己搂着，藏起来，拿国库的钱出去打仗。结果仅仅10年，他的国库就被消耗殆尽，继而他的王位就被推翻了。其实你查波斯的历史，你甚至都查不到他这个王朝时代。太短了。对。这个房间就是国王的生平，这应该是当时他所占领的疆域，挺大的。右下角突出的那块就是他打到了印度的那片。在凯加王朝时期，他们权力非常的衰弱，然后那个时候波斯的领土一直都在被奥斯曼、俄罗斯逐渐蚕食。他希望能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去，但是凯加王朝自己没那个能力。于是他就自己创立了一个军队，然后自己带着这个军队把那个侵略者都给轰出去了。然后他就觉得不甘于自己只做一个汗王，就是部族首领，于是他就把凯加王朝的后任的帝王就推翻了，然后他自己登基了，给自己定为沙。在伊朗的历史里，汗和沙都是国王的名称。汗要低一级，就是类似于藩王，它都是附属国。统一的大的政权的王叫沙，算是皇帝。所以相当于是一开始他是勇士，征战四方之后统一了伊朗，最后他变成了恶龙。这个博物馆内有2个区域，一个厅就是他的生平，另外一个厅是他当年的一些武器。咱们去另外一个厅看看，这个厅就是他一些武器跟装备的大厅，可以看到他当时的马具，哇，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个应该是用马尾做的，底下的头盔绳索，还有弓箭，还有他那个靴子，那鞋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些都是关于他的一些文章，这里还有他统治时期的一些货币吗？coin， 斧钺钩叉，这不就是中国的，好像是钺吧，就是这2个齿的，还有权杖。从右数第2个这个有一点像印度的那种，它是3分叉的，插进去之后会尽可能扩大伤口，挺狠的那种。火器。对，这些是打火用的。我觉得像。然后还有枪，这边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推荐。锁子甲，这个盘好看，比那个还好看。然后这皮靴，然后底下是那个屁帘帽。一些长枪，在火器时代，感觉长枪对马队还是挺强。对，他打得赢。展厅中间是一门大炮。这个炮弹应该是对应这个炮。一大一小，2门。这里是典型的那种阿拉伯波斯，就是中东地区的弯刀，然后匕首。这种《刺客信条》里边那个突刺，我记得老滚里边也有长斧，不算是太长柄的。它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就这么大，就这2个小小的展厅，而且所有的介绍几乎都是波斯语，就是偶尔可能有1-2个有英文的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点费劲。博物馆旁边有个小书店，除了可以买到关于纳迪尔或者伊朗各地名胜的图册，还有狮子王和阿拉丁的儿童读物。园区内同样可以换民族服装照相，大概是伊朗景点通用的创收项目。果然波斯商人会做生意。真的是感觉伊朗这边就是缺水，他们浇水都是真的是一个花坑一个花坑的浇。我们在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穿着黑袍的女人跟着，应该是要钱的，但是当时不太好拍的，就是这个连脸带头都捂上了，他顺便还会捡瓶子，然后就会追着我们要钱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从阿富汗那边过来的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了，据说今天中午是大餐，烤
烤羊排，波斯烤羊排餐。道友尝尝和国内的羊排味道有什么区别？中午的餐馆，但我们依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只能勉强看懂底下的数字。这个大概是他们的牌子吧，山地斯。羊排餐，这个餐厅装修比较现代，边上的那个怎么很漂亮？这怎么这花圈应该是侍者吧？啊，有漂亮的。我们的羊排餐看起来怪怪的，感觉这沙拉真寒酸。这是什么？酸奶吗？还有一大盆汤，还是汤糊糊，一勺就行了。我先尝尝好不好吃。我感觉到了小时候的味道。小时候家里人经常给我做疙瘩汤什么的，跟那个差不多。我尝尝，还不错，有点疙瘩汤那劲儿，就是很怀念。西红柿有点酸。有不吃羊肉的，然后他就可以给鱼。烤鱼，这个烤鱼看着也不错啊。这个是我们的主菜波斯烤羊排，看着真爽。我们先把肉一个一个剔下来。Thank you。再分这个烤米。这个东西是米锅巴，上面还配米饭。这次终于是整肉了。这个是半烤，还不错，目前评价就是还不错。第一回吃到不是肉馅的整肉，然后它应该是羊排骨，而且它挺嫩的，但是就腌制的味道而言，跟前2天的烤爸爸基本上是一个味道。所以目前也就是还不错。一会儿那个芯儿的地方更肥一点的地方会好一点。这是我们吃羊排的酒店的卫生间，它这个图标设计的很迷惑，男性的图标在左边，但是要去右边的门去上，女性也是反过来的。所以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走反了。我们吃完饭出来逛了一个小菜摊儿，这家店蔬菜和水果都有，然后感觉他们的店主好像有强迫症，哇，这谁放的钱就搁这儿了，每种颜色都码好了的，就这么搭着。胡萝卜洗的也挺干净，青椒，这边还有葡萄、梨、鲜的开心果，新鲜的，还有姜、小柠檬。我现在对伊朗的菜稍微有点失望了，因为觉得这边作为曾经中亚的那个丝绸之路的交汇地，它香料种类应该很丰富，结果发现实际上他们这边香料是一个套路，就是哪一家店甭管烤什么，它就是2套到3套香料，就是牛羊肉一套，鸡肉一套，然后鱼一套，你甭管哪家店吃的所有的烤爸爸全都是一个味儿，就好像欧洲的卫生系统一样，一点都没从罗马那儿继承下来，真让人失望。就是属于你第1天、第2天来这吃，你觉得挺香，完了你到后面7天8天，然后你发现你吃的所有东西都一个味儿，就不新鲜了，然后就不好吃了，没有可以转换的口味。还是来玩吧。别想着说什么伊朗美食能有多美味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雷族了。喜欢就点赞评论吧，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旅程。